在2026年的此刻，全世界的新闻每天都在追马斯克，他的个人身价已经飙破6000亿美元，是地球史上第一个现实版的钢铁人。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超级诡异的事？那就是当彭博社每年发布全球最有钱家族榜单的时候，马斯克的名字竟然连一个边都摸不到。你可能会说，怎么可能？他不是世界首富吗？但很抱歉，真正掌控这个星球财富，能让总统低头哈腰，能在金融海啸中翻云覆雨的，从来都不是这些一代爆红的科技新贵，而是那些动辄延续3代、5代、8代，甚至200多年的家族王朝。马斯克顶多算是个独来独往的孤狼，这些家族却是真正的隐形帝国。差别在哪里？个人的财富是会死的，会因为一场离婚、一场股灾、一场政治风暴瞬间蒸发掉一大半，而家族的财富是会呼吸的。他经历过2次世界大战、大萧条、石油危机、共产革命，依然屹立不摇。那么究竟是哪9个家族正稳稳地坐在这座金字塔的最顶端？他们又是怎么把财富像滚雪球一样从祖父手中一路滚到曾曾孙子手里而不破产的？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当你看到排在第1名的那家人，你会发现他们在美国本土的影响力已经到了连白宫主人都得亲自接见、亲自配合的地步。今天这集，我们从第9名开始一路倒数，挖出每一个家族最不为人知的秘密。看完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可能跟你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先讲第9名，要从一个你天天在百货公司专柜看得到，却几乎没人说得出老板姓什么的品牌讲起。没错，就是香奈儿。这个从20世纪初由可可香奈儿创立的时尚帝国，如今的真正主人并不是那位早就过世的传奇女设计师，而是一对神秘到不行的法国兄弟，阿兰·维特海默和杰拉尔·维特海默。他们家族目前估计身家高达880亿美元左右。维特海默家族最让人吃惊的一点是，他们刻意躲在媒体镜头之外将近100年。香奈儿这个招牌价值连城，每年光是5号香水的销售就能养活一支小国家的军队。事实上，根据近年公开资料，香奈儿1年的营收已经逼近200亿美元，净利润几乎是 LV 母公司 LVMH 旗下任何一个单品牌的好几倍。可你打开任何一本财经杂志，几乎找不到这2兄弟的访谈，他们连一张清晰的合照都很少对外公开。为什么要这么低调？因为他们深谙一个道理，奢侈品的灵魂就是神秘感。当你开始把老板的脸印在杂志封面上，这个品牌就开始贬值了。所以这100年来，他们宁可被误以为香奈儿还是那个1971年就去世的可可在经营，也不愿意自己被认出来。这就是真正有钱人的玩法，你看不到他，但他天天都在赚你的钱。顺带一提，香奈儿这家公司从成立到现在从未上市，所有的营收、利润、现金流都锁在维特海默2兄弟的口袋里，没有股东会炒，没有财报要交代，这就是私人控股的恐怖之处。更厉害的是，当年香奈儿最传奇的设计师卡尔拉格斐横扫时尚界30年，全世界都以为他是香奈儿的灵魂人物，可真正在背后决定品牌走向、决定每一季能花多少预算的，永远是维特海默兄弟。设计师可以换，潮流可以变，但家族对品牌的控制权从来不交出去。这就是为什么当卡尔拉格斐2019年过世时，香奈儿能在72小时之内无缝接轨新总监，整个品牌完全没有受到任何冲击。当你的家族能让一个天才设计师都变成可替换的零件，你就知道这个家族的格局有多大。接下来第8名，我们从欧洲飞到南亚次大陆。如果你听过印度首富这个词，那你听过的多半就是这一家人，安巴尼家族。家族掌门人穆克什·安巴尼掌控着印度最大的综合企业集团瑞莱恩斯工业，从石化炼油、5G 电信、零售一直到媒体、新能源全包。整个家族估计身家在1000亿美元上下。安巴尼家族最让全世界目瞪口呆的是2024年那场被称为人类史上最贵婚礼的小儿子婚宴。从川普家族、祖克柏、碧昂斯到希拉蕊·克林顿，
全球政商名流都飞到孟买捧场，光是办这一场婚礼就花了将近6亿美元，平均每1分钟烧掉的钱比一般人一辈子赚的还多。可这只是冰山一角，他们在孟买有一栋27层楼高的私人豪宅，叫做安提利亚，住户只有1家人，但专属仆人就有600多个。整栋楼有3个直升机停机坪、9部电梯，室内冰雕室、私人电影院、空中花园、宗教祈祷厅。当你以为这就是炫富的极致时，请别忘了，这只是一个家族在自己国家正常生活的水平。在印度，有将近6亿人每天赚不到3美元，安巴尼家里1碗的电费可能就是某个村庄1整年的开销，这就是真正的阶级。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个家族真正的崛起要追溯到穆克什安巴尼的父亲德鲁拜安巴尼。1960年代的德鲁拜只是一个在也门加油站工作的小职员，回到印度后，靠着进出口纱线一点一滴的累积资本，然后切入石化产业，借着与印度政府几代官员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步步把瑞莱恩斯做成了印度的国家级巨兽。如今瑞莱恩斯不只卖油，他们的电信子公司 Jio 在短短几年内就把印度全国的电信费率打到全世界最便宜的水准。几亿人因为 Jio 第一次用得起智慧型手机，第一次接触到网络。一个家族能在一个10几亿人口的国家里同时影响你加油，你用网络，你买日用品的方式，这已经不是企业，这是基础设施级的影响力。所以你说，当穆克什安巴尼决定要见印度总理的时候，总理会不会放下手边所有事？答案不言自明。第7名，藏在你每一次嘴馋时打开的零食袋里， 巧克力、豆士力架、特趣、Twix、彩虹糖、宝路狗食、皇家猫粮，甚至是你家里那只黄金猎犬吃的饲料，全部出自同一家美国家族，马氏家族，也就是 Mars。 整个家族目前身家大约1400亿美元左右，是全美国最神秘、最不爱上电视的亿万富豪世家之一。马氏家族有多神秘？这么说吧，他们的公司 Mars Inc. 直到今天还是100%的私人控股，从来没有上市过。为什么？因为一上市，财报就要公开，公司的老板是谁，赚多少，怎么分红，都得摊在阳光下。对于这个从1911年由法兰克马氏在华盛顿州的厨房里靠手工做糖果起家的家族来说，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你今天买一条士力架，吃下去之后完全不知道这条巧克力的背后是一个比可口可乐还要悠久，比微软还要私密的家族王朝。马氏家的继承人弗里斯特马氏甚至有一句传家名言：赚钱容易，守钱难，露脸最难。所以你大概一辈子都不会在新闻里看见他们家族的人对着镜头微笑。更恐怖的是，这个家族不只卖巧克力，他们悄悄收购了全美国最大的连锁兽医医院 VCA， 全美连锁宠物保险公司，把整个宠物产业的上中下游全吃干抹净。当你带你家狗去看兽医，喂它饲料，买它的零食，每一块钱可能都回到了同一个口袋。第6名是美国最有政治影响力的家族之一，柯氏家族。这个家族不做巧克力，不做精品，不开零售店，他们做的事情更基础也更赚钱，那就是石油、化工、纸浆、肥料、玻璃和金融衍生品。家族企业柯氏工业是全美国最大的私人公司之一，整个家族身家估计超过1500亿美元。如果说维特海默家族用沉默赚钱，那柯氏家族就是用沉默改变国家。家族的2位灵魂人物查尔斯柯氏和已故的大卫柯氏，数十年来在美国共和党内部砸下了惊人的政治现金。他们资助的智库、媒体、学术研究、竞选机器，几乎重新定义了美国保守派的整个论述体系。从反对气候变迁立法、反对企业重税，到推动松绑能源管制，每一个重要议题的背后，几乎都能看到柯氏家族的影子。柯氏兄弟最让人胆寒的是他们在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悄悄打造的一个叫做柯氏网络的政治机器。
这个网络每2年举办一次秘密会议，把全美国最有钱的右翼捐款人聚在一起，讨论下一轮选举要怎么出钱。会场戒备森严，记者进不去，名单从不公开。据媒体后来的调查，这个网络每一轮选举动用的资金都超过4亿美元，是真正左右美国政治版图的引舞者。所以美国有一句流传很久的话，总统可以4年换一次，但柯氏兄弟永远都在。对这个家族来说，谁当总统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白宫的决策永远对自己的生意有利。当你能做到这一点，你就不是有钱，你是有结构性的权利。这种权利不会因为4年一次的选举而动摇，反而会在每一次政权更迭中变得更深、更牢、更隐形。第5名，又回到法国。如果香奈儿代表的是法式优雅，那么这一家代表的就是法式工艺的天花板，爱马仕。没错，就是那个一个铂金包要等10年，二手价格还比新品高的疯狂品牌。爱马仕的真正主人是杜马斯家族，是创办人蒂埃利·爱马仕的后代第6代。整个家族估计身家高达1845亿美元，在欧洲家族财富榜上长期稳居前5。杜马斯家族最厉害的不只是赚钱，而是守钱。在2010年到2014年那场惊动全球时尚圈的并购大战中，全世界最大的奢侈品集团 LVMH 的老板阿诺特悄悄地透过股票衍生品工具，在爱马仕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进了 23% 的股份，准备一口把爱马仕吞下去。整个家族在发现后瞬间炸锅，超过50位杜马斯家族成员火速召开会议，把所有人手中的股权重新打包成一个叫做 H51 的家族信托，把控股比例瞬间锁死在 50% 以上，让阿诺特再有钱也吞不下去。最后阿诺特只能黯然把所有股份吐出来。这场大战之后，全世界都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真正的家族王朝不是靠财产有多少，而是靠家族成员够不够团结。一个能让50多个堂表兄弟姊妹瞬间步调一致的家族，比任何银行都还要可怕。这也是为什么爱马仕的铂金包永远买不到，因为当你连自家股权都能死守100多年，你又何必为了短期销量去讨好市场。第4名，我们从欧洲飞到波斯湾，进入卡达。在这个面积比台湾还小，人口只有200多万的中东小国，掌控一切的就是塔尼家族。从19世纪中叶开始，这个家族就统治着卡达这块土地，整个家族身家估计接近2000亿美元。很多人对卡达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2022年那场史上最贵的世界杯。可你知道吗？卡达能办得起那场世界杯，全靠塔尼家族手中的天然气。卡达拥有全球第3大天然气储量，而这些气田几乎全部由王室控制。为了那一届世界杯，塔尼家族砸下将近2200亿美元，从零打造了8座体育场，建了一条全新的地铁系统，几乎重塑了首都杜哈这座城市。一个家族能在短短12年内把一个沙漠小国办成全世界最受瞩目的体育盛会主场，这背后的金钱动能已经完全超出大多数国家政府的想象。家族的钱从哪里花？答案是全世界。伦敦哈洛德百货是他们家的，这家老牌百货曾经是英国皇室御用采购点，2010年被塔尼家族用15亿英镑买下。巴黎圣日耳曼足球俱乐部是他们家的，内马尔、姆巴佩、梅西这些超级球星的天价合约，背后都是卡达王室的钱。伦敦碎片大厦是他们家的，奢侈品牌华伦天奴也是他们家的，甚至连伦敦最精华的梅菲尔地段都有大片土地登记在塔尼家族名下。换句话说，当你下次去伦敦逛街，从你住的饭店到你买的包，背后可能都是同一家中东王室在收租。这就是石油与天然气时代隐形的真相。当你以为西方还在主导世界，其实西方最值钱的不动产早就换了东方的主人。第3名是这个星球上唯一一个用自己家族姓氏命名一个国家的家族——沙乌地家族，也就是 Al Saud。没错，沙乌地阿拉伯这个国名直接翻译过来就是沙乌地家族的阿拉伯。
整个王室成员据说超过 1.5 万人，家族总身家估计超过2100亿美元。但这只是表面上能看到的部分。沙乌地家族真正的恐怖之处在于他们手中的筹码。沙乌地阿拉伯掌握全球约 20% 的以探明石油储量，而沙乌地公共投资基金 PIF 目前管理资产接近1兆美元，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之一。当家族的实际掌权者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决定砸几百亿美元盖那个未来之城 NEOM， 决定买下纽卡索联足球俱乐部，决定在美国新创公司里疯狂投资的时候，全世界的金融家都会放下手边的事，飞到利雅得去听他讲话。为什么？因为一个能在一通电话之内动用几百亿美元的人，本身就是地球上少数能真正改变游戏规则的玩家。而且不要忘了沙乌地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 Aramco， 这家公司在2019年底挂牌上市时，总市值一度冲破2兆美元，是当时全球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远远超过苹果跟微软。虽然只释出极小一部分股权，但这一个动作就让全世界看清楚沙乌地家族手里的这只金鸡母到底有多大。从2025年到2026年之间，中东局势因为川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决策而再度动荡，沙乌地家族的这些海外资产也跟着经历了一波剧烈震荡，但他们的根基依然稳固。原因很简单，只要石油还是工业文明的血液，沙乌地家族就永远不会缺钱。更深一层的事情是，沙乌地家族同时还掌握着伊斯兰2大圣地麦加与麦地，那这代表他们不只是有钱，他们在精神与信仰层面上握有全世界10几亿穆斯林的目光。钱加上信仰，这是一种超越货币本身的权利。当你能同时掌握能源、主权、财富基金和宗教圣地的钥匙，那么即便是美国总统来到沙乌地阿拉伯，也得遵守他们的礼仪，吃他们设的宴席，等他们挑时间接见。这就是真正的王室外交。第二名，从沙乌地阿拉伯往东南方一点，就到了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首都阿布达比。这里是纳哈扬家族的地盘，整个家族在2026年最新的彭博富豪榜上，估计身家高达3359亿美元，紧紧咬在第一名后面。可是你要知道，这3359亿只是台面上能算清楚的部分。纳哈扬家族真正掌控的资产是阿布达比的3大主权财富基金，包含阿布达比投资局 ADIAA、 穆巴达拉 ADQ， 再加上几家家族控股公司，像皇家集团、国际控股公司，加总起来合计管理的资产超过 1.5 兆美元。这个数字比荷兰、瑞士这几个国家的整个 GDP 还要大。家族的灵魂人物，现任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的弟弟，被外界称为情报沙皇的塔赫农亲王，被认为是当今地球上最有影响力的金融操盘手之一。曼彻斯特城足球俱乐部、SpaceX 的早期投资、蕾哈娜的内衣品牌 Savage X Fenty、 伦敦伯克利广场大片土地全部都是他们家的。这里有个很经典的故事，2008年的时候，曼彻斯特城还只是英超中下游一个没无文的球队，比赛输多赢少。可是当纳哈扬家族用2亿英镑买下这支球队之后，整个英超的权力结构就被改写了。他们砸下几十亿英镑买球员，请世界级教练盖全新训练基地，硬是把这支曾经的弱旅打造成了能跟曼联、利物浦平起平坐的欧洲顶级豪门。2023年还拿下了3冠王，对外人来说这是一个奇迹，可对纳哈扬家族来说，这只是花了零头的小投资。当华尔街最顶尖的银行家贝莱德的芬克、桥水的达利欧都得定期飞到阿布达比朝圣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家族的地位早就不只是石油王室那么简单。他们已经实质参与了 AI 晶片、人工智慧基建、能源转型这场关乎人类未来50年的大棋局。纳哈扬家族不满足于只当区域强权，他们的野心是要成为下一个世代的全球资本中心。看看2026年阿布达比金融周，每一场活动都是世界级的金融大佬挤破头来参加。这个小小的沙漠城市
已经悄悄变成新的金融之都。最后，我们来到第一名。当你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可能会傻眼，因为这不是什么神秘中东王室，也不是法国奢侈品大家族，而是美国一个从阿肯色州小镇起家的家庭——沃尔顿家族。没错，就是开沃尔玛那家。整个家族在2026年的身家估计突破5000亿美元，在某些统计口径下，甚至达到5134亿美元，创下人类有记录以来的家族财富新高。你可能会觉得，这不就是卖便宜货的超市吗？怎么会比中东石油王室还有钱？这就是你要好好听下去的部分。1962年，山姆·沃尔顿在阿肯色州一个叫做罗杰斯的小镇开了第一家沃尔玛。他不是哈佛毕业，不是华尔街出身，他只是一个从小在农场长大，二战退伍后跑去学零售业的普通中产美国人。可是他有一个别人没有的秘密武器，那就是对每一分钱的执着。他规定自己每天亲自巡视店面，记下每一个商品的摆放位置，计算每一个价位的转换率。他开的不是超市，他开的是一台精密的成本最佳化机器。谁也没想到，这家卖便宜杂货的小店后来变成了全美国最大的私人雇主。今天，沃尔玛在全美国雇用着大约160万名员工，全世界有超过1万家分店，一年的营收超过7000亿美元，比沙烏地阿拉伯整个国家一年的 GDP 还要大。当你经营的公司一年营收超过一个产油大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那就是政府也得让你3分。山姆·沃尔顿在1992年过世时，把整个家族企业留给了3个儿子和1个女儿。没有走出去经营的儿女们，到今天每一个人的身家都超过1000亿美元，是地球上少数靠继承就能进入彭博富豪榜顶端的成员。那么为什么说连美国总统都得对沃尔顿家族低头？因为沃尔玛在美国的角色远远不只是一家零售商，它是美国中产与低收入家庭最重要的生活物资来源。它影响着美国的物价指数、就业数据、农产品收购、药品销售，甚至连美国农村的就业结构都被沃尔玛重塑过一次。任何一位想要连任的美国总统都不可能不顾虑沃尔玛的态度。从奥巴马到拜登再到川普，每一任白宫主人在制定最低工资、劳动法规、健保政策、移民政策的时候，都得偷偷观察沃尔顿家族的反应。而且沃尔顿家族最聪明的地方在于，他们从来不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家族成员会同时捐钱给民主党和共和党，他们在华府的游说经费连年攀升。从1990年代开始就在推动废除遗产税，因为这项税务变动可以替家族省下几百亿美元。从2000年到今天，整个家族砸在美国政治现金与游说上的钱，累积已经破了几千万美元的等级。谁当总统不重要，重要的是让沃尔玛继续赚钱，让家族的税率尽量低，让自家的继承机制不被动。当你能做到无论谁执政都要看你的脸色，这就是真正的家族影响力。不是有钱，是有结构性的权利，是有改写游戏规则的话语权。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说，美国总统最怕的不是国会，不是最高法院，而是阿肯色州那一家姓沃尔顿的人。好了，我们从第9名一路倒数到第1名。可是看完这个榜单，你是不是隐隐觉得哪里不对劲？没错，当你查遍所有的彭博、富比士、Quartz 榜单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全世界最耳熟能详的名字，从来不出现在任何一份正式榜单上，那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罗斯柴尔德的故事得从18世纪末讲起。1744年出生的梅耶罗斯柴尔德，在德国法兰克福的犹太区里开了一家小钱庄。他生了5个儿子，把他们分别派往5个欧洲金融中心：伦敦的内森、巴黎的詹姆斯、维也纳的所罗门、那不勒斯的卡尔、法兰克福的阿姆谢尔。这个从1810年代开始建立起来的家族情报网，靠着私人快递、信鸽、加密信件，比任何一个欧洲政府都更早知道战场上的胜负。1815年滑铁卢战役的那一天，伦敦的内森罗斯柴尔德比英国政府早了将近24小时
就知道拿破仑战败的消息。当其他人还在恐慌抛售英国公债的时候，他逆势吃进几天之内赚到的钱，相当于今天的200多亿美元。从那一刻开始，罗斯柴尔德这个姓氏就跟金融、战争、央行、王室这几个关键字深深绑在一起，再也分不开。接下来的100多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几乎参与了欧洲所有重大基础建设的融资，苏伊士运河的建造资金，英国买下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关键股权，南非的钻石矿业，奥匈帝国的铁路系统，背后几乎都有罗斯柴尔德的影子。19世纪有一句名言流传于欧洲金融圈，那就是罗斯柴尔德5兄弟让贷款给你的国家，等同于让上帝祝福你的国家。可是当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在1913年成立时，许多历史研究者都注意到一件事，这个美国中央银行的早期奠基者保罗·沃伯格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到今天为止，全世界各种阴谋论都还在传，整个现代央行体系其实是这个家族在背后悄悄主导建立起来的。那么罗斯柴尔德家族现在到底有多少钱？官方资料是说大约几十亿到几百亿美元，分散在5个分支、上百个后代手里。可是有许多研究与阴谋论者主张，这个家族真正掌控的金融资产可能是这个数字的100倍甚至1000倍，全部都隐藏在无数个基金会、信托、控股公司的层层结构里，从来不会出现在任何公开账册上。所以为什么他们不上榜？因为他们玩的根本不是同一个游戏。当沃尔顿家、纳哈扬家还在比身家数字大小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早就把规则写进了你看不见的地方。当然，这部分究竟是江湖传闻还是真有其事，要看你自己怎么判断。但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凡是能延续超过200年的金融家族，从来不缺对全世界的影响力。当你的家族姓氏出现在18世纪的历史课本里，又出现在21世纪的金融新闻里，这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证明。最后，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当你看完这9个家族的故事，再回头看马斯克、贝佐斯、祖克柏这些科技新贵，你会不会有一种错位的感觉？这些首富固然有钱，但他们的钱还没经过时间的考验，一场股市崩盘，一场政治风暴，一次离婚分产，就可能把这些一代的财富瞬间蒸发掉一大半。可那些真正的家族王朝不一样，他们经历过2次世界大战，经历过大萧条，经历过共产革命，经历过石油危机，经历过金融海啸，依然屹立不摇。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一件事，个人的财富叫做财产，家族的财富叫做血脉，国家级的财富叫做秩序。当你能把财富变成秩序，你就赢了所有人。仔细看看这9个家族，你会发现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征。第一，他们几乎全部都是私人控股或家族信托，不上市，不对外公开财报。第二，他们把家族的下一代从小送进精英学校，刻意培养出能管钱、能守钱、能传钱的继承人。第三，他们不靠赚快钱，而是靠基础建设、奢侈品、能源、零售这些不会被科技颠覆的硬资产。第四，他们深刻理解政治，把政商关系当成资产的一部分来经营。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从来不秀身家。真正有钱的人不会发炫富文，不会开直播，不会出书教你如何成功。他们安安静静的做事，悄悄的把财富传给下一代、下下代。当你能做到这一点，财富就不再是你的负担，而是你家族的免疫系统。所以下一次，当你又看到新闻在炒作谁是世界首富的时候，不妨想一想，那个排在第1名的名字，可能根本不是真正掌控世界的人。真正在塑造你日常生活的人，可能正在某个无人知晓的庄园里，喝着百年红酒，看着你买沃尔玛的卫生纸，刷爱马仕的信用卡账单，吃 Mars 出的巧克力，喝沙乌地原油提炼出来的汽油，滑着塔尼家族投资的社群平台，悄悄微笑，